这是平成三流氓的首次同框。当主人公小冕在绝境中喊出光，召唤出迪迦戴拿的那一刻，直接让当时年少的我彻底破防。同时，这也是首部启用平行世界概念的奥特剧场版，为后续超奥特八兄弟的剧情设定奠定了基调。相较于现在剧场版一味的堆叠情怀和特效，那时候的特摄剧不仅从剧情还是主题思想，都真正做到了光影育人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没有怪兽和奥特曼的和平世界，主人公小冕和年少的我们一样，看着自己最喜欢的盖亚奥特曼。但此时电视机突然卡顿起来，于是小冕起身敲击着电视试图解决故障，可他万万没想到电视突然冒出耀眼白光，不知所措的小冕直接被带入一个异次元通道之中。随着通道环境的不断更替，此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红球，紧接着眼前就出现了一个破碎的世界。只见一个小女孩站在火海中央，似乎在祈祷着什么，原以为这是一场梦境。然而就在第二天上课期间，可爱的班主任介绍将会加入一位新同学。随着新同学的自我介绍，小冕发现居然和昨晚梦境中的女孩长得一模一样。随后就在课余期间，小冕便将梦境中的情景告知了七濑丽莎，而丽莎也告诉小冕，自己就像小冕所说的格列佛游记，去过许许多多的地方。此时的小冕并不明白丽莎所说的话。放学后，小冕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，可正要收拾掉落在地的玩具时，突然发现架子上摆放着一颗与梦境中一模一样的红球。可当小冕刚要凑近观察时，红球发出耀眼白光，受到惊吓的小冕跌倒在地。可此时一道声音凭空出现：在没有得到答复之后，不知所措的小冕随即逃离了仓库。第二天，小冕带着好基友和丽莎再次来到仓库，看着毫无动静的红球，小冕想就此离开，但丽莎却让小冕试试看，愿望万一实现了呢？于是小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起红球，在丽莎的引导下，小冕看着地上自己所画的盖亚奥特曼，许下了此时最希望成真的愿望。随着一阵耀眼白光闪过，红球再次恢复了平静。原以为什么事也没发生，殊不知此时时空已经发生了改变。只见三人跑出仓库外，天空中居然出现了倒灌的海洋，随后海水中一架战机冲出海面，降临在城市之中。小冕看着这是我梦的专属战机 X， 才发现愿望真的实现了。殊不知当愿望成真的这一刻，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一场关于欲望的噩梦即将降临。此时战机中的我梦也是一头雾水，明明刚刚还在百慕大海域进行调查，转眼间已经来到这个城市的空中。小冕跟随着战机来到一处空地，向小伙伴们炫耀着是自己将战机召唤而来的，只要向这个红球许愿，什么愿望都能成真。可此时三个经常欺负小冕的高年级生来到小冕面前，他们并不相信小冕所说的话，但一把将红球夺了过去。为首的阿浩看着平平无奇的红球，直接嘲讽起了小冕。看似这玩笑的一句话，红球发出了耀眼的光芒。阿浩惊讶之下直接扔掉了红球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天空中弥漫出一团黑雾，直接召唤出了一头怪兽。很显然愿望实现了，随后怪兽开始破坏城市。眼见不妙的小冕等人逃离了现场。此时我梦看着眼前的怪兽，便开启了战机自动降落模式，随后拿出蓝宝锥开始变身。随着盖亚的满分落地，怪兽和奥特曼同时出现在了这个本应和平的世界之中。随后怪兽发出光线击向盖亚，盖亚使出防护罩格挡掉光线后，计时器却突然亮起了红灯。此时盖亚也觉得不可思议，趁着盖亚分神之际，怪兽再次发出光线，能量不足的盖亚来不及打开防护罩，直接被击倒在地。怪兽随即攻向盖亚，在躲过攻击之后，盖亚一个翻身拉开与怪兽的距离，随后直接蓄力打出光子之刃，一发便解决了怪兽。而高年级生阿浩却表现得一脸落寞，但在他心中已经埋下了欲望的种子。此时盖亚也因能量不足，变回我梦进入战机之中，纳闷着能量消耗为何这么快。可没想到我梦刚刚抬头，只见战机周围早已围满了学生，不仅都一一喊出了我梦的名字，甚至要让我梦现场变身盖亚。惊慌失措的我梦随即逃离了现场。
どうしてみんな僕がガイアだって知ってるんだ？面对紧追不舍的小学生，我梦直接躲进了一家玩具店。原本庆幸着自己躲过了追击，可当他转身的那一刹那却傻眼了。电视中居然放着盖亚奥特曼的特摄剧。不仅如此，店内还摆满了各类奥特曼以及怪兽的玩具。ガイア！此时的我梦才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的世界。这时小冕也找到了我梦，并将我梦带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。在一番解释下，我梦也终于知道自己是通过红球穿越了次元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为了解析红球的数据，我梦便通过遥控器将战机召唤了回来，随后用数据分析一开始读取红球的记忆。可此时仓库外响起了警报，原来是防卫队前来抓捕我梦，而小冕等人也被防卫队控制住。但红球却不小心掉落了出去，而此时被包围的我梦似乎因为某种原因身体开始虚化，随后直接消失在了原地。仓库中的飞机也跟着一起凭空消失，而掉落的红球也被高年级3人组趁机拿走了。这也预示着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来袭。此时消失的我梦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世界。回到基地之后，通过之前对于红球的数据分析，也再次确认自己的确穿越了时空。可此时屏幕突然亮起耀眼白光，我梦直接被带入次元通道之中，和小冕一样见到了拥有神奇魔力的红球。原来红球是被另一时空的人类创造而来，并且以吸收人类的欲望来增加能量，不仅拥有实现任何愿望的能力，而且还有独立的人间体七濑丽莎。也正因为人类的欲望无穷无尽，致使此前不同时空的文明都因人类的欲望不断增大走向了灭亡。但七濑丽莎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。为了小冕的世界不被毁灭，我梦决定通过时空穿梭机再次穿越到小冕的世界。而小冕因为害怕高年级组的欺负，因此不敢抢回红球。但丽莎不想看到又一个世界遭到毁灭。玉の力を始めに使ったのは私たちなんだよ。また大切なものがたくさん壊れるわ。なぜそれを止めようとしないのよ。这一番话也让小冕鼓起了勇气，来到了教室准备夺回红球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此时的红球已经能够不断放大使用者的欲望，所以高年级3人组的邪恶欲望被不断放大，捏出了更强的怪兽欧布蒙斯王。随后3人组带着捏好的怪兽和控制住小冕2人来到天台，准备召唤最强怪兽欧布蒙斯王。在红球的强大能量影响之下，被控制的阿浩许愿要将整个世界都毁灭掉。随着天空中黑云弥漫，降下一道闪电，欧布蒙斯王诞生了，随即开始破坏整个世界。而正当人类陷入绝望之时，我梦驾驶着时空探险者来了。只见天空中黑云再次弥漫开来，时空探险者从天而降，直接将欧布蒙斯王撞倒在地。我梦随即驾驶探险者将欧布蒙斯王钳制住，但阿浩再次许下愿望，探险者的机械臂直接被破坏，随后发出光线攻向探险者。我梦随即分离出驾驶舱逃离，但欧布蒙斯王再次发射光线，直接打爆了驾驶舱。盖亚也终于出现了，此时的盖亚就像打了鸡血，直接给欧布蒙斯王来了一顿输出，随即蓄力打出光子之刃，但被欧布蒙斯王的防护罩给挡下。此时欧布蒙斯王也发射出光线，但盖亚及时打开防护罩，也直接被光线击飞。小冕看着一直作祟的红球，于是鼓起勇气扑倒了阿浩，红球也应声掉落。被控制的3人组也因此恢复了理智。没了红球的能量加持，盖亚还能和欧布蒙斯王打得有来有回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小冕的好基友拿起了红球，直接被红球控制住了思想，内心的阴暗面被极致放大。于是，在好基友的许愿下，欧布蒙斯王再次进化。只见腹部衍生出了巨大恶海兽斯修拉，背部也分解出古翼超兽巴吉利斯。原本1对1的局面瞬间变成了1对3，盖亚的处境可想而知的艰难。随后，在海兽斯修拉以及超兽巴吉利斯的冲击下，盖亚被不断的击倒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而本体欧布蒙斯王一发光线直接射向了学校，小冕等人被爆炸波及，还好并没有因此受伤。但红球掉落在不远处的平台之上，要想拿回红球，必须爬过这深不见底的独木桥。小冕看着盖亚被3头怪兽轮番攻击，知道自己必须拿回红球，不然盖亚必定会战败。于是小冕鼓起勇气开始爬向红球，也在此时看到了下方的七濑丽莎。何も変わらないことなんて、この世界は滅んだりしない。就在岩石掉落的最后时刻，小冕奋力一跃，终于跳到了平台上面。于是拿起红球开始许愿。但红球并没像之前那样发出白光将愿望实现。どうして願いが通じないんだ？
もう実体化したものを消せはしない。手遅れだ。すべて終わる。看着盖亚快要支撑不住，小冕陷入了绝望。但此时几个小伙伴呼喊着不要放弃，小冕也重新振作起来。一人なんかじゃない。ウルトラマンだって。可此时怪兽一发射线再次袭来，小伙伴们全都被炸飞了出去，而一同被炸飞的小冕应声大喊。只见耀眼的光芒将几个小伙伴包围，等光芒散后，映入眼帘的居然是光之战士迪迦以及戴拿。随即，迪迦、戴拿来到战场与盖亚会合。平成三杰首次同框战斗，在简单的眼神交流之后，三奥一人一头怪兽分工作战。不愧是老大哥迪迦，全程压制着海兽斯修拉，随后将斯修拉甩飞后，斯修拉顺势进入自己的海洋主场。于是迪迦便跟随着飞入海洋之中，而古一超兽巴吉利斯飞向空中，也进入自己的天空主场。于是戴拿也跟随着飞向空中与其进行空战，而盖亚继续在陆地与欧布蒙斯王战斗。不得不说，盖亚是大地孕育而成的奥特曼，闪灯情况下还能坚持如此之久，甚至此时还能切换成至高形态，开始扭转败局。在海洋中的迪迦在摆脱束缚之后，蓄力打出栽佩利敖光线。太空中的戴拿在击碎光线后，也打出索尔杰特光线，大哥二哥纷纷将怪兽击败。而此时的欧布蒙斯王也成了强弩之末，盖亚在阻挡了一发光线后，蓄力打出最强技能光子流线，欧布蒙斯王终于被消灭殆尽。夕阳西下，平成三流氓纷纷质疑。在小冕的呼喊下，盖亚变回了我梦，准备与小冕做最后的道别。此时红球也变回了最初的模样，回到了七濑丽莎的手中。小冕等人也终于知晓了丽莎的真实身份，一面是自己的好朋友，另一面是足以让世界毁灭的红球。在艰难的选择之下，小冕许下了让红球永远消失的愿望。ありがとう。君は未来を守ったんだよ。随着七濑丽莎的消失，光之巨人迪迦、戴拿也将一同消失。在最后的道别之后，我梦也一起消失于天空之中。在故事的最后，班级中来了一位转校生，正是七濑丽莎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では、守ったね。勇气与希望，这个贯穿电影的主题理念，让平成系奥特曼的精神内核再一次得到了升华。同时，只有斩断人类无止境的欲望，才能终结世界的毁灭。